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政忠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所以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东情势了。现在仍然是战事一触即发吗？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以色列除了密谈川普之外，在美国方面，现在双航母接下来就会集结了，中东火药味逼近临界点。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三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就是纳坦雅胡跟川普了，他们秘密的两个人私底下谈了3个小时，这当中纳坦雅胡要求川普对伊朗的态度要更强硬，川普则是警告说，现在的局势其实非常严重，如果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破局的话，我们接下来要来特别关注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不会自己去打伊朗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川普说的，除了林肯号之外，接下来布希号也会一起移向中东，双航母会在中东会师，那么携带60到75架的战机，空中战力预估会翻倍，攻击规模有多惊人，战力如何？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评估。最后今天也会一起来关心到，是川普在这当中秘密提供了6000台的新链给伊朗，说给的就是当地内部的意见人士，背后是要延续美国进攻伊朗的正当性，还是补救在1月份对于整个伊朗情势没有提供及时的援助的失误来做补救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刚刚讲的川普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一次会面的地点，其实就是在白宫，时间是在2月11号。在这一天，他们密谈的时间高达了3个小时，而且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观察到了他们这次的见面其实异常的低调包括了说在媒体要做拍摄的时候，被发现纳坦雅胡甚至在密会结束之后是走侧门的，避开媒体，默默的离开。会中根据了解这个以色列方面要求这个美国对伊朗要更强硬，但是川普并没有答应纳坦雅胡。川普只说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反核协议，他也说了，美国必须跟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接下来局势会变得非常的严重。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了，这一场美国跟这个纳坦雅胡密谈了3个小时，难道是在谈美伊的核谈判破局之后要进攻伊朗的计划吗？会不会接下来纳坦雅胡他要强出头来打伊朗？美国根本拦不住他，会是这样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美伊第一轮的会谈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谈判内容大概美国要求伊朗的不外有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叫伊朗来讲的话，他要取消他的核武的这种设施跟研发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他限制他这个导弹的数量。第三个就是伊朗不可以再对他周边的这些小弟就是胡塞啦、哈马斯啦、黎巴嫩真主党提供这个继续提供这些武装资源。那我们就3点来看的话，第一点，浓缩铀的部分，我觉得伊朗有答应伊朗来讲说，我可以降低我的浓缩铀，他没有说取消核计划。核计划包括到这个核能发电都算核计划嘛？那只是说我的核子不会去发展核子武器，这个浓缩铀不会去发展武器，所以他说他可以降低浓缩铀。浓缩铀我们大概推估，伊朗现在浓缩铀的浓度大概60%，当然有些说法是到90%了，就是差一步之遥就可以达到这个核子武器的这种等级它降低来讲的话，当然如果降到10%这些那就是纯粹只是做核能发电来使用。可是相对的，伊朗要求美国说我降低我的浓缩铀的比例，那你美国必须要取消对我的这种经济上面的制裁，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双方在这方面有取得共识。那第二点来讲的话，第二点就是要对伊朗限制它的核导弹。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伊朗不太容易可以达成协议的，伊朗也不太容易答应，因为伊朗现在自保的武器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战略导弹跟它的无人机它号称它的导弹射程可以到2000公里，然后数量有到2-3千枚那么多，甚至于它也展示了它5座的地下的这种导弹库，也展示给媒体去拍摄跟参观，还有无人机。那这些是它可以攻击以色列
或者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基地的设施可以对他们实施攻击，所以我认为这些导弹对伊朗来讲是保命的东西，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就答应，甚至我认为要答应的可能性是不高那第三个，对于周边的组织伊朗取消对他们的支持，我觉得伊朗现在以他现在经济状况，可能不太容易对周边这些在提供经济上或者是武装上的支持是不太可能的，尤其像叙利亚已经倒台了嘛，这个那另外来讲的话，黎巴嫩真主党大概也被打残了，哈马斯在这边也奄奄一息，其实因为距离太远，功能也不大。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以色列来讲的话，现在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除了说是核武之外，核武平常讲。这个伊朗现在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对它生存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的导弹因为从去年的6月份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到后来来讲的话，它的拦截导弹库存量已经很明显的降低，它的拦截率也慢慢减低到50%以下所以伊朗如果说现在保有这些这个弹略导弹，对以色列这种国土战略纵深狭小，然后土地面积不足的国家来讲的话，对它生存确实是很大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关键在这一点。那现在纳坦雅胡很明显的，他要拖着美国下水借着美国的这种布希跟林肯号2艘的航母战斗群，具有庞大的攻击力，包括除了战机之外也有这个在约旦的这个 F-15E 战机还有各型的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来对伊朗发动所谓攻击，一举摧毁掉它的这种导弹设施跟核能设施，然后采取它抢手段，目的在保有以色列自己后续的生存能力。可是我们现在在看就美国川普立场来讲的话，他可能不太愿意开启这场战争，因为他如果说没有把握一次发动攻击，全部将你这些核导弹，将你这些这个导弹设施全部一次摧毁掉的话，那它极可能面临残存的导弹继续可以对你美国这个所谓基地攻击。我想这是美国自己所不愿意承受的。那他目前我不认为他也有这个把握可以一次将伊朗的所有导弹设施一举全部歼灭掉。所以我觉得这次以色列来讲，纳坦雅胡很明显的想要说服川普，可是我觉得川普来讲没有那么容易被说服。虽然说我们看到有2艘航母战斗群可能驶向波斯湾地区，可是我觉得川普这个时候的作用是在想要借着武力来威慑伊朗能够答应。可是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伊朗这个要他在导弹方面，浓缩铀他可以答应了，已经答应了。可是，在导弹方面要他缩减财政数量，我觉得这点伊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听美国的。那美国要攻击，他也一定会投鼠忌器。所以我现在觉得关键问题卡在这个地方。那看后续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想要把美国一起拖下水。那美国方面现在就要等川普会不会点头。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结果就是军事武器是全部先把它一系列的都拿出来。那刚刚将军也特别提到了嘛，2艘航母，我们也带观众朋友来稍微了解一下细节。目前伊朗外海的话是林肯号的战斗群已经就位。那华尔街日报说的五角大厦正在派的是布希号打击群会到中东。根据媒体这边的说法，大约是1到2周就可以到达中东了。那么现在除了航母之外，战机的部分也持续来做关心。布希号会搭载60到75架的军机，这当中也包括了有 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咆哮者电战机，还有高级鹰眼空中预警机跟海鹰直升机等等。将军刚刚也特别提到的 F-15战机、F-15E 战机也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如果林肯号再加上布希号一起做汇合的话，对于美国中东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军事规模上来说，可以发动什么样子的战争？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一次等到这个新的就是布希号航母就位，我认为美国就会动手。最主要是谁呢？纳坦雅胡，因为纳坦雅胡是主战。现在呢，川普他做了摇摆，但纳坦雅胡已经去了到了白宫跟川普见面，这是川普上任第7次，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元首里面到美国访问最多的就是纳坦雅胡了。那这一次他主战主印，那这样的话，那个川普本来也摇摆的，有所瞻前顾后，有所顾忌。现在经过纳坦雅胡一讲之后，我认为动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也就是
中东的情势，我认为会紧张。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整个态势，因为两个航母打击群，不管是0号航母打击群岛也好，还有不希号航母打，这个两个互成战略犄角，一个航母打击群在伊朗的东南方海域阿拉伯海，一个在伊朗的西南方阿拉伯海，你就变成这个伊朗要处处防备，它是有2个方向做进攻，它要换叫伊朗，它面对的4面进攻。另外一个不要忘了，在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在安曼、在卡达、在伊拉克都有驻军，美国的驻军可以从这边这个战机可以出动。另外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的这一股力量是不容小觑的。所以以色列也好，美国的驻军也好，再加上2艘航母打击群，总共4个方面，伊朗就要应对。伊朗是完全招架不住，这个看得出来。那怎么来打呢？那将来呢，就是由战斧巡弋飞弹先摧毁伊朗2种重要目标。第一个，它的关东系统，把它的这个伊朗打瞎，关东系统看就没有雷达了。关东系统，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这个地对舰飞弹呢，会威胁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的军舰以及航空母舰。所以这2个先摧毁，一摧毁之后，现在美国的战机在陆地上的战机或从2艘航空母舰的战机就可以进入了。这个时候打它的一个相关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目标，还有我们讲到的就是核武的提炼设施。就是我们讲到的浓缩铀的提炼，因为在去年2025年6月。B2 的幽灵轰炸并没有完全摧毁，所以今年才会要实施这个任务。所以那经过这番，我认为那动武的先后次序呢，我认为还是会由美国先动，以色列在紧接着会跟着动。换句话说，这种外科手术室不进行地面作战，从空中的这种外科手术室去作战，我认为这是美国对伊朗这次动武的作战的模式。那只看是什么时候启动，我认为启动最佳的时机就是不希号到位了。那这样的护城战略机变成背靠背，你要去防备这一个，还是要防备这一个？当你防备这个出动；当你防备这个出动。所以战机还有一个中东地区的美军驻军，它的萨德系统，还有 PAC-3 的爱国者3型的防御都陆续就位前推了。空中加油机也进驻了，还从欧洲所调派出来的美国的 F-15也进驻了。那更不要说是 F-35到位。所以我们看美国目前的征兵的状况。前推部署的状况来看的话，美国已经是在箭在弦上。我认为川普受到纳坦雅胡的这种军事战略以及政治的影响是非常的高了。那本来川普的摇摆的政策可能又回到原来要动武的一种强硬的路线了，要不然他不会征兵，应该保持目前的这种状态。但是他是继续征兵，我认为他要预举奏效，而不是做我们讲到的滚动式的或者逐次的投入。川普的打法是要一次到位。谢谢将军。好，刚刚张将军也特别帮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军战力在双航母上面连结之下，接下来的战力威胁其实是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到美军除了这一回出动了双航母跟战机之外，另外我们也来看到，美军现在川普政府正在秘密向伊朗运送6000台的这个星链终端，要在伊朗这个政府压制它的网络之后，把这些星链的终端特别提供给当地的意见人士，让他们可以在网络中断之下可以继续保持连接。为什么美军要这么做？是不是有一些弥补的作用？因为在1月份的抗争中，其实伊朗的内部的异议人士死了非常多的人。我们也来看到一个最新统计，光是1月份伊朗全国抗议中已经有至少7000人被捕，而且是被残酷的镇压。美军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聂老师怎么解读？ OK， 我觉得意见人士、异议人士啊，我觉得多少跟我们讲哈，美国在制造情资的时候呢，去煽动，这绝对有关。就像川普他自己讲的非常清楚，他一直呢，这个不管是语义啊，或者行动上，一直在让这些异议人士呢，能够尽量能反对现在政府，能抗争就抗争，然后呢，也一直说我们的资源就要来到。那么非常清楚的，刚讲 Starlink 这6000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因为我一直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哈。那各位想想，去年6月4号哈，从这加拿大一下跑回了这个美国，然后说要做一个2个礼拜的决定的动作，2天就拿了这个 B2， 就带了 GBU57，不就炸了一个这个深土炸弹，就炸了60公尺，可能没有炸到80公尺，所以没有炸到真正的这个核设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觉好像这个美国就跟这个委内瑞拉一样，那个元首绑架案一样，
很容易就这个好像轻而易举的拿到他要的，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这次不太一样，他双航母也去了，各种 F-35各种战机啊，在这个飞上也已经在练布局布阵了。发觉这次伊朗好像不是他想象着这么好的这个去敌对。那么因为这个如果真的这个直接直战下去呢，美国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讲伊朗是很大的，那它的军事力也不算差。那即便美国当时最强，可能会把你压制，但是它绝对会受伤惨重。那当然科技力也不算差。那么当然，美国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这个情治单位了。那我犹记得啊，当时在炸这个 GBU 武器之前，各位可以了解，伊朗有非常多其实是非常专业、非常资深的所谓的研究员。什么研究员？就核弹的研究员，甚至这些将领呢，都被怎么样精准瞄射暗杀了。当然有人说是以色列的莫萨德的这个情治单位，当然美国的情治单位也在里面。所以我的重点就是，美国其实它必须善用这一块。我想一路走来，美国在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只要他要打赢一个仗的时候，他不是完全用他的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可能是用威吓，然后呢围堵，像这次伊朗就是。但他要动下去的时候呢，那他会伤到自己，也会很严重啊，因为对方绝对不是说好像就是一块软石头就帮你砸下去就没了，他一定会反击。所以他现在我刚讲他现在拿着 Starlink， 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透过一些方式，让这些伊人是能够收到一些讯息，能够反线的政府。因为这个伊朗也知道美国会这样做，所以之前就把这个伊人士的这个所有的网络都封锁了。所以美国必须用这个方式，才能够从后面呢再去支援他们，去推动他们去跟现在的政府呢去敌对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蛮厉害的。当然，你说是不是弥补1月份的这个死伤？但我觉得你也可以说是啦。但是实际上呢，你说能弥补吗？也弥补不了。我重点就是美国它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有办法哈，从内部让它反起来。最重要就是它必须要支持他敌人的敌人，用他敌人的敌人来攻击他的敌人。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的想法。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针对川普祭出的各种关税战，现在是连党内自己的人都倒戈了共和党议员现在集体一起向美国倒戈川普那马克宏在这个时候，他则是号召欧盟国家做最后的警告，说欧洲不能相信川普。这一系列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带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的，就是6名的共和党人都倒戈了，他们是硬挡下川普的关税政策，认为他这个关税政策根本就是有问题的。在倒戈之下，我们也来解读一下，那代表川普的党内铁票开始松动了吗？他的领导权难道开始出现了裂缝吗？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法国总统马克宏正式的对欧洲国家做了示警，说现在欧洲应该要进入所谓的准紧急状态。那么一起来对抗美国。那加拿大则是联手喊说要对抗经济的威胁。川普的关税战是不是把美国的盟友都逼成了对手呢？最后我们也会来看到，在欧洲国家，其实呢，虽然现在看起来许多国家是反美的，但是呢，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其实几个欧洲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加拿大的部分是比较拉近中国的，但是法国还是强化限制中国。那欧盟能同时一起对抗美中，又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接下来赶快关心到的是川普关税战，真的是可以说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国会破防，因为共和党本来掌握多数的众议院，11日通过了一个比较罕见的法案，就是一个决议，就是要撤销川普对于这个加拿大关税的措施。这一项这个措施其实一开始是由民主党所提议的，但是表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竟然是6名的共和党议员自己倒戈川普，最后是以219票对上211票来过关了。结果共和党倒戈之下，川普暴怒，他直接在这个在投票期间他就已经对外喊话了，他说任何你的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的投票反对关税的共和党人，你接下来
都会在选举的时候承受严重的后果，包括在党内初选，等于是对他们直接祭出威胁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共和党人仍然是选择倒戈，民主党现在看在眼里，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好像看到了一个破口，所以他们打算继续提出各项的法案来。这个提案来反对川普上任以来对世界各地增加的关税，共和党的倒戈可以说是川普自己内部破口的第一枪吗？聂老师怎么评估 ？OK， 我觉得原来这样讲哈，川普呢，他可能做的所有的动作哈，那么不管你欣不欣赏他他的魄力哈，他的这个决断力、执行力，但是呢，我相信他得罪了太多人，尤其他的不道德的这种形象哈。所以我说他之前是三面楚歌，现在我觉得四面楚歌。哪四面呢？第一个，我相信现在美国呈现一个叫 K 型社会，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像以前的 M 是这个穷富呢这个慢慢分离之外呢，它现在是属于 K 的，有钱的一直往上，那么这个越没钱的越没有机会一直往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川普上来有没有？他自己常常自己也很沾自己说，你看这些人赚了多少钱，他又搞了什么比特币圈等等就是这个虚拟币圈。那你要知道，川普这个人他急公好利嘛，对不对？这好大喜功，所以呢，其实看在很多人的眼里，民众是不喜欢他的。你如果跟美国人接触，真的是不喜欢。第二个，当然就是他自己在国内的政治的对敌，就是民主党，比较属于偏左翼的民主党。那不管是任何法案，大概民主党只是因为他的霸气真的算十足，因此把民主党也压制的好像不太能够喘息。但是民主党总有机会找到破口想进去。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讲到欧洲这一部分各位想想，从爱尔兰、丹麦一个一个到这个我们的对岸中国去做所谓的这个贸易这个参访之后呢，大家知道去年12月，虽然马克宏去没有拿到太多的糖吃啦，所以呢，马克宏因为他这个形象还认为说我要去看，我带着企业大佬想跟中国商号的一些合作，但这些西方面孔他总觉得他想多拿一点，但是呢，当中国现在底气很高，并没有给他很多，所以他还是对中国还是有点防范。可是你看到卡尼在1月初这个加拿大这个卡尼是非常优秀的，你看他学经背景就知道。再来1月底呢，这个斯凯尔，英国也不是小国嘛，当然现在英国没有以前的底气，但是最早英国也是个象征意义也过去了。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默茨这个欧盟的德国的这个总理2月也要过去你就知道，而且每一个都是带着商业大佬，对吧？一团过去。我讲三面楚歌是这个，但现在四面楚歌就麻烦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川普呢旁边有一堆什么东西叫中心内阁。你看，不管商务部长这战争部长等等，每一个对他非常忠心。只要川普说抬头，大家都抬头；低头，大家都低头。说 yes， 大家都 yes；no 就 no。这个中心内阁真的也让他他的核心氛围也抓得蛮稳的。所以呢，说不好听一点，装川普一个霸气就已经非常的让人不欣赏，但是也会怕。但他中心那个的确有种力量，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共和党属于他的族群的人都这么忠心。也就是共和党这些从长久这个在政治里面打滚的人，像川普他还是一个商人，异军突起的。这些人其实反他的其实心中很多，只是你今天当总统，你有霸气，他们不敢反。我的意思是说，这四面楚歌第4道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他的自己人，就自己党内人都没办法支持他的时候，这个破口，当然您说民主党会见缝插针，这样一定会。那共和党呢，其实也不欣赏他，也就会有所谓的寒蝉效应或者所谓触媒效果。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打的第一枪，川普有很多的违反道德、违反国际法的种种的行径，一定会一再的呢，越来越可能被人家唾弃。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好像还有一定的底气，但是未来我觉得他可能会慢慢的气势会慢慢越来越出来，尤其他自己人开始反对他的时候。好，所以共和党现在内部第一次出现的破口，会不会造成寒蝉效应？其实从美国自己国会的内部现在持续的扩大，到原本我们看到美国原本的这些很好的盟友，现在也集体要来对抗他。那这次站出来的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就特别对着这些欧洲国家去做示警。细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马克宏说呢，最近的格陵兰事件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举例啦。他强调呢，格陵兰时刻就是警钟。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美欧关系现在比较好了，但是他不认为这是持久的转变。他也说，当面对明显的侵略行为的时候，欧洲你不能够再继续妥协了。过去几个月退让证明你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要让欧洲进入准
紧急状态，别再对美国松一口气。加拿大总理卡尼，对美国比较鹰派的这位卡尼也呼吁中等强国必须站起来，一起对抗大国的经济霸凌或威胁。马克宏有办法真的号召欧洲国家一起团结对抗川普吗？欧洲这么的多国，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从这一次这个川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撤销案的投票有6名共和党的这种议员投票倒戈，就可以看起来所谓一叶知秋嘛。难道这些共和党党员，虽然说川普威胁他们说，你们如果说是背叛我，之后来讲的话，初选的时候我都不会帮你们，甚至我会这个让你们当选不了可是为什么这些共和党党员有6名而且不是少数都还要倒戈？我觉得他们主要是听得到民意美国自己他选区里面的民意，他知道说是你川普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你这样的话对自己盟友不停的这种下刀子，那这些盟友最后都是背叛你而去甚至于投向中国的怀抱，包括加拿大是如此。欧洲难道不是也是如此吗？但是我们看到欧洲现在非常的这个不要讲非常的羸弱了，也非常的这个悲哀我们现在讲世界3强，你会觉得世界如果说3强是哪3强？中国、俄罗斯还有美国那欧洲排得上排不上？曾几何时曾经是这个日不落国的英国跟欧洲今天沦落到连这个世界的3强都排不上。那我觉得欧洲会排不上3强，主要的第一个在军事安全上面来讲，它必须要依赖美国。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现在美国不再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之后，变成欧洲自己要提供给乌克兰军援欧洲自己明年凑了这个9000亿欧元去提供给乌克兰，因为美国不给了嘛，那他们又怕说是俄罗斯强大以后会打到他们欧洲来，所以安全上面他必须依靠美国。那现在美国根本就弃他们于不顾，不但在安全上面背弃他们，甚至反而就譬如像格陵兰事件，还要借着格陵兰岛强索格陵兰岛来欺负这个欧洲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在经济上面、经贸上面更是如此。美国自己对这个欧洲来讲，除了对加拿大，也对欧洲来讲要苛征关税。虽然说欧洲那时候扬言要报复，可是我们看到报复的清单列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的苍白。你看这个能够报复什么？就我不买你美国的哈雷机车当然也只能在这方面，其他东西他没有能够拿出对美国致命，就是你如果非要买我欧洲的东西不可，没有大概一些奢侈用品了但是反观美国对欧洲说，我课你多少关税，课你多少关税，甚至于对瑞士这种巧克力都要对于这个劳力士表都要苛征到39%的关税。那当然造成欧洲来讲，不管是安全方面或经贸上面更是如此。但是欧洲会不会团结？我跟你讲，欧洲不会团结。为什么我一口咬定欧洲不会团结？因为欧盟是好几个国家，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这种立场跟国家的经济利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是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天然气来讲，每个国家立场就不一样。像匈牙利它就需要像德国它就不见得需要，英国根本就不要甚至北欧国家它是有天然气所以每个国家立场不一样。另外我们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欧洲的这个有所谓的这个公共资源，这个要不要补贴制造商？这一点，这个法国跟德国2个立场就不一样。法国当然希望你补贴我制造商，降低我制造商的成本。但德国来讲的话，如果你补贴之后，是不是会增加我制造商的成本就会增加？所以光这一个项目来讲的话，要不要将这个公共的财务补贴制造商？法国跟德国意见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整个欧洲来讲要团结是不可能的啦，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立场，每个国家的产业也不尽相同，你叫他们要同舟共济，我觉得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只会看到将来更被撕裂的欧洲，但是绝对看不到一个团结对抗川普的欧洲。那这么羸弱的欧洲国家为了各自不同的产业利益，现在很难真的团结起来。那这么羸弱的欧洲，接下来要怎么样对抗美国？欧洲的下场是什么？或者说接下来怎么在美中之间来选边站或者对抗美中？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在这个结构上面呢，欧洲想要整合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它现在美国对这个欧洲它又增加关税，美国的政策又摇摆不定，那让欧洲这一方面呢是有一些压力。那有压力，你要面对美国这一方面，那你欧洲那边要整合完毕但他们整合在结构上就是困难。你看欧洲欧盟这27个国家，他们北边的很有钱，南边的穷，东边的很穷，
但是西边的也很有钱。你看啊，它超过 GDP 超过10万美元的，你包含爱尔兰、包含瑞士、包含卢森堡，都超过10万美元的，但是不到1万美元的，你那个这个斯洛维尼亚，还有我们讲到的这一个乌克兰，或者是在讲到的这个，它在那个南边的，我们叫做摩尔多瓦，这个国都没有，都很穷哎，你怎么整合在一起呢？所以它在这方面呢，语言也不一样。欧盟总共24种语言，有意大利语，有法语，有德语，有英语，还有其他的这些语言。你怎么样？南边讲西班牙语跟葡萄牙语，你怎么整语言都有问题啊？那总共地够不够大？大，423万平方公里，人够不够多？也够多啊，4亿5千万人啊，也比美国多啊。但是问题是，你这些都是各个东西是破碎，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不同。同时，他俩要跟美国对抗啊，他缺2个关键的，最重要的是没有办法。第一个，能源依赖。他欧洲有自产能源吗？你除了俄罗斯跟乌克兰之外，没有产这些天然气跟石油的。那你也都要依赖美国，依赖中东，要不然你就依赖俄罗斯，你要不要？你就是依赖，你的能源没办法独立，永远没办法独立。第二个，军事国防没办法独立，这些武器系统都买美国的，你能够独立吗？有美国驻军在欧洲，你都要靠美军来帮你保护了。你的武器装备你也没办法，你光靠法国也不够啊。所以你看看，你这个在政治军事上，你就要对外依赖了，人员也要对外依赖，这2个最大的面向，你都没办法独立了。你想要独立，想要去跟美国、跟中国大陆做对抗，没有办法。27个国家没有27个国家的共同的利益。没有办法整合，这是最困难的。经济条件不同，文化不同，还有制度也不一样，科技水平也不一样，各国的税率也不一样，你怎么样去整合在一起？没办法起一步了。整合的困难度拖住了他们进步的程度，所以他们想要跟美国对抗，想跟中国大陆对抗，我认为时间还很遥远。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在中美之间在拉美的争夺战正式的开打。美国一直把拉美洲国家视为自己的后花园，不过中国大陆呢，在美国的这个后院盖了深水港，也就是今天要来特别关注的前凯港。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掀起港口战的中美地缘战火，原因就是因为来自于秘鲁的法院最新裁定的。他说呢，这个前凯港部分的营运是可以免受秘鲁政府的监管的，也就是说，中国接下来在这边的营运是不用受到秘鲁政府的监管的。那川普得知了这样的消息之后，就立刻痛批秘鲁，说你这样子做正在失去自己的主权。美国国务院也在 X 上面特别发文，他说秘鲁啊，接下来无力监管自家最大的港口前凯港，而是由一些唯利是图的中国企业的业主来控制啊，这个应该要给地区甚至是全世界敲响一个警钟，因为呢，廉价的中国资金是以牺牲主权为代价的换来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前凯港之所以美国这么在意，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在这边的投资还有战略地位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深层的掌握。中国在前凯港这边投资金额是13亿美元，也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在拉美的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当时是由习近平亲自的他去做这个开采剪彩的，是在2024年亲自启用的。那么它的年吞吐量上看150万 Q。我们也来看到说，中国大陆做了这个前凯港之后，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接下来呢，航运也就是货物出口到亚洲，从南美过去的话，未来就不用再经过美国的重要贸易通道了。过去货物的出口都必须要从墨西哥或者是加州来做转运，现在可以直接横越太平洋，航程直接缩短大约有达到至少10天左右。从原本的35天，只剩下25天，物流成本因此可以大幅的降低。秘鲁约1/3的出口因此就开始流向了中国，导致它2025年出口额暴增到900亿
的美元新高，其中往中国大陆的货物更是刚刚提到的1/3都是往中国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也就是从我们看到的2000年到2023年，中国大陆跟南美12国贸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增加了40倍，而现在再加入前海港，就等于再增加中国跟南美之间的贸易。原本呢11国对美贸易是大于中国的，现在竟然是只剩下5国了。接下来前海港它的效益还会持续的扩大当中。前海港是商业投资吗？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现在美国担心的事情是会不会也转变成作为军备的用途？那川普为什么要这么的紧张呢？他会不会又把秘鲁视为下一个委内瑞拉来做一个比较大的军事整顿？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川普当然很紧张啊，他的所谓唐罗主义，他认为南美洲是他后花园哈，都要受他所监管。那当然最少第一个是巴拿马港哈，在巴拿马港现在李嘉诚可能已经掌控不住了，几乎是被这个巴拿马政府用零元购直接裁定他违法，巴拿马政府就收回去了。但是前海港跟巴拿马港是不一样，因为前海港是国家跟国家所签订的契约所由中国出资所盖的哈，那跟这个李嘉诚经营巴拿马港，他只有经营权，那是完全不相同的。那美国这次川普当然非常紧张，第一个他会担心，如果这次这个秘鲁的法院已经裁定了，政府不可以去监管前海港，因为前海港从建港开始一直到完工，一直到后来的后续的营运，几乎都是由中国企业在主导。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你政府不能去监管。那当然，我觉得川普这次很明显是在造谣生事这个他说会牺牲主权。我觉得这跟主权没有关系，主权是你国家。什么叫做主权呢？如果说前海港变成中国的一个飞地那当然就是牺牲掉主权。可是前海港毕竟它的主权还是在秘鲁的政府国家手中那中国对这个地方对这个港口是只有目前来讲它是营运跟这个经营而已那当然营运部分由于它所建设它管理各方面由中国来营运。那这个前海港对整个这个南美洲跟中国来讲有多重要？就像是主持人刚刚所讲的一样这个我们知道地球所谓大球航线，它如果从南美洲出发的话，走这个南太平洋直接到这边来，反而比走赤道这个距离要近。那如果说以往来讲，它必须要到美国去才能够转运到中国，当然航线上面会更远。第二个，中间再经过转运的港口会更远。第三个你经过美国的港口，是不是让美国港口有机会抽取过路费抽取相关的税收跟费用，所以就会增加营运成本了。但对美国来讲，它这些港口是不是就因此没有机会去抽过路费跟过路税？将来中国直接跟南美洲的国家直接做经贸航运上的往来。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就可以了解。最近中国大陆很流行一种水果，叫做车厘子，也就是樱桃啦。这个以往来讲都是由美国运到中国去卖，卖的价位很贵。那其实南美洲也有生产这种也有生产樱桃。那现在如果说从南美洲运到中国大陆去，第一个路程短，更新鲜、更好吃，而且价格来讲会更便宜。那这个只是其中一样。那另外来讲，中国的电动车也可以借着这个秘鲁港运到这个南美洲各个国家。我们知道，包括秘鲁的总统已经对中国的电动车采取零关税。为什么他要采取零关税呢？其实如果说是让秘鲁的国民可以有便宜的电动车可以使用的话，反而是造福民间的老百姓，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机能跟生活设施，可以提高他们经济水准。之所以说会不会考虑到当做军港来使用，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解放军到现在为止，他的海军大概还没有这种企图，也不会想要到美国的南美洲那边去建立他的海军基地。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川普是多虑的，他可能有这方面的担心。所以说前海港以后会不会变成中国海军在南美洲的一个基地，那对美国本身军事上造成威胁，所以他才会讲这种话，造这种谣说主权。
我觉得这是乱讲的话了哈。我想稍微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跟主权没有关系。那中国解放军，我认为也不会到这边去建立军港，倒是美国自己要到这边去建立军港。那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它还是以经贸为主哈，跟整个南美洲的经贸，包括到巴西啦、阿根廷啦哈。这个秘鲁啦，这个甚至于墨西哥这些国家，将来可以利用这个前海港，跟这个不只是中国大陆，甚至于跟亚洲都可以有很好的经贸往来。好，有了前海港之后，整个中国大陆、整个亚洲，接下来跟南美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密切。对于美国的冲击，除了在经贸上面，还有航运上面的冲击之外，就是川普刚刚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转变成军事。那确实，美国现在自己在秘鲁这边反而是要持续的扩大在这边的军港建设，投资的金额是已经批准了15亿美元，要协助秘鲁来扩建它的卡药港、它的海军基地等等。那卡药港现在根据专家的分析，可能就会跟前海港一起来争夺亚洲的货运市场。美国所担心的就是中国现在正在进入美国后院，而且是从海上打开。今天美国为什么要急着去帮助这个卡药港扩建？会不会是他认为拉美已经开始在中国的掌控之下，逐渐达到战略失守的目的？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这样子，这个中国大陆的前海港，我认为它是站在一个先持得点，它已经建好，现在已经在营运了。从前海港到中国大陆运货物25天就到达了。这是海上的这种海上走廊。那前海港跟卡药港距离多少？距离60公里。前海港在北，秘鲁的那个卡药港在南，那距离很近呢。那距离也很近，那这样刚好是个互补啊。这个前海港中国大陆在营运，这个卡药港是美国在营运，但是美国在新建当中，所以中国大陆我说它先占先持得点的这个上风。我认为两个是有竞争性，不是零和。这两个有竞争性，也有互补性啊。对不对？这个是往那边去，你不能通通都是前海港、香港，不见得通通能够吃得下来啊。那就是卡药港，就美国在做营运的。但是卡港现在正在整修整建，所以没有办法营运。但是那个地方等到中国大陆前海港营运成熟了，卡药港才出来。所以我说，先占原则已经产生了，先得利益。所以我倒认为在这一方面。中国大陆还是会略占上风，在地缘政治，美国是占上风，所以两个互有利益，互有利弊。但是中国大陆一直在投资。现在我们回到基本面，就是什么？我们强调制造业。秘鲁、南美洲所需要的美国什么东西？我认为要这样。秘鲁跟南美洲所需要的中国大陆什么东西？我就出来这个需要的就是制造业。那美国东西都是贵，中国大陆东西都是便宜。在中南美洲的这人口结构跟 GDP 的结构，就是要便宜的东西。美国东西贵，中国大陆便宜，同样的东西，那买中国大陆吧。所以这样子对中国大陆是有利的。买你美国的那种贵啊，我买不起啊。我们不是有钱人呢，我们中南美洲跟你美国人比起来，我们是这经济程度上说，我们是降一等的嘞。所以又被人中国大陆又回到基本面了。回到基本，我们谈到制造业，那制造业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是全世界占了28.8%，一个国家就全部。那美国占多少？美国才占12左右，所以又回到制造业去了，又回到它的这个价格需求上面了。供需我们讲的用价格来做决定，那实际上所以又回到基本面，就回到制造业。所以港跟港之间都是秘鲁的，他们的互补性也有竞争性，有互补，并不是完全零和。所以这样来看的话，美国也看到这个问题。美国想想看，盖港口并不能解决。如果盖港口一点，美国要全世界盖港口就好了，不要搞了制造业的问题。回到基本面是这样子。好，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美国的卡药港就比较难跟前海港来做竞争？如果中国大陆掌握了这个南美洲所需要的，那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我觉得这个南美洲的国家其实他们没有选择权了，他们太小，就每一个国家分开都太不是地多大的小的问题，像巴西很大，但是他们的国际中的力量太小，所以呢，美国如果是以霸权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不敢得罪，所以呢，那当中国这崛起之后，也给了非常多的幸福和机会给了这些国家，他们很想，我讲心向可能会想向这个中国那里靠拢，因为我想这个世界20年来已经看到了非常多南美洲。 很多的这个随机利益是从中国那里来给的啦，就我讲的幸福和机会。但是呢，美国就是一个霸主。那你这些在它的后花园这些小国，
我们讲南美有12个国家嘛，你要它完全背离，真的是有点难。还有这些国家说不好听一点，不是知识程度都很高，他们知识程度会普遍稍微low 一点。这些国家的子民呢，说不好听，他们过去是向往美国的，非常喜欢美国，甚至想偷渡美国的。你知道现在移民政策就是要防止这些人，他们只要有机会跟美国somehow的这个有机会这个去接触，他们是非常高兴的。不过，现在一个以国家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比较高阶层的国家所谓的执政者或策略的这个执行者呢，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所以这10几年来呢，在中国我刚刚讲的给了机会幸福之后，我们讲“一带一路”打出去之后呢，南美洲有多少的国家其实跟中国有somehow非常多的合作机会了哈。像比如，当然因为美国是这个把它卖大豆给中国，中国呢当然在那个关税的那段时间呢说啊你不卖你这个产量了还不如巴西，我就向巴西买，诸如此类，就可以救到一个这个所谓南美洲国家的这个所谓的经济的这个利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国家从某个角度来讲，倾向应该我讲是比较高层执政者，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要活得久、活得好，是要靠近中国的。那这个我再回来讲一下唐罗主义。大家都知道，这个罗文主义过去呢，它是一个比较防的主义，它也就是一样是强调说西半球啊，这个中南美都是属于它的这个后花园，你们不要来动。但他那时候是防欧洲，可是唐啊，这个当了川普呢，他就不一样，所以唐罗主义这个是非常它有进攻性的。那他防的还不是欧洲而已，因为欧洲基本上他还是不希望他们来接触这个拿掉他们的这个这些他认为他的这个后花园。可是中国不一样哦，中国它好多地方都建港，像前海港也好，或者过去李嘉诚好的是民间的，跟那个巴拿马运河，为什么川普一上来就要拿走？因为不止这几个港，包括巴西啊，在很早期其实他跟巴西也建了一些港，也就是在他后花园建制了一些，可能啊对这个美国是有威胁的。那重点就在美国真的，我觉得川普了哈，他感觉威胁太大，他讲 MAGA， 中国的威胁太大，压力太大，他要怎么去抵制它，的确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当看到中国一到这个南美洲甚至中美洲去做一些动作时，他就会怕，他就要用各种封锁。我们都非常清楚啊，这一带一路啊，从2013年其实已经走到了很多国家。当时他现在讲的这些话，当时不就很多次，美国不是都在讲吗？说这个中国做一带一路呢，就是要欺负，要拿你的主权，想用这个发债呢，想要吃掉你的土地啊，要抢你的港口等等，这都是认知战嘛。那什么叫唯利是图？什么叫商人唯利是图？商人你用唯利是图也可以，你说他是为了获取利益，那他可以打造另外一个国家的港口，把它建制得很好，让这个国家经济也能够这个booming也能够繁荣，这是好事啊！你为什么要讲唯利是图？所以他们这个用语你就知道，美国用 CIA 也好，或者川普他现在就典型的不断的用认知战告诉世界中国是有问题的，即便我在这边弄个港口想让你赚钱，也是叫唯利是图。那么明明就是讲不好听，它就是中国制造东西基建狂魔，东西又很便宜，对不对？量产又大，然后呢，你就要说他用廉价的这个商品要来怎么样，要来牺牲你的主权，这不就是认知战吗？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句话就是，其实啊，美国他想要 MAGA， 他想再次伟大，想要在全球完全 hold 住他的控制权。越来越难，威胁太大，压力太大，因此呢，所做的动作，大家听，包括他讲的话语，我觉得我们听听就好了。世界真正在变化。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是张又侠落马到大概时间是半个月的时间。那最新进度，习近平他视讯了一线的官兵哦，特别强调是听党的话，跟党来走。那另外一边，美国的 CIA 也有所动作了。最近呢，趁着中共的军政高层洗牌的时候，他也来做见缝插针，能不能成功得逞？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张又侠可以说落马半个月的时间，中共高层掀起了不少的震荡之际，来自于外国媒体这边做了一些分析，是法国的广播公司报道，他说近期习近平有2个动作，他认为可以特别的来做关注，我们也来特别解读一下他的这2个动作。首先第一个是呢，习近平在北京通过了视讯去慰问这一些官兵，强调的是去年真的是很不平凡，为什么这么说呢？第2个事情我们来看到他在慰问这一些部队的老干部的时候呢，还有这些官兵
兵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呢，是基层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忠诚履职尽责，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为什么在此刻要突然间视讯一线官兵，并且强调听党话、跟党走等等？怎么解读？张将军，他还是要走到中国共产党来引导，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大陆这是一向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那是最大的，他就是党里面最高的，那党在指挥枪。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最高领导人就是兼中央军委会的主席，这是一样的。这个中央军委会也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一个是这个国家的中央军委会，一个是党的中央军委会啊，这是同样一套人马。所以中国大陆这个枪杆族出政权之后啊，党指挥枪的这经过了100年都没有变啊。从民国10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开始到现在2026年了都没有变过。那现在如果是这个张又侠他在党里面有这些跟习近平这个意见不同的，你是要动摇这个习主席吗？因为这个中央军委会主席习主席，那你就是要动摇党的哦，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你是怎么办？不可能，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这个以军来领政，你怎么可以拿这个枪来指挥党？不可以，党指挥枪，回到原点，你再厉害，不可能去拿这个军队去指挥党，不可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习近平在公开场合他不可以这样讲，因为这个政治上面这方面的问题啊，他就讲到了反贪腐。你张又侠是反贪腐，任何人这个官做越大，贪腐的这些案子啊，或多或少，也许是小拿小贪而已，但是问题我可以扩大，是这个样。所以来看拿反贪腐做理由是最好的。所以啊，并不是说这个枪会反过来指挥这个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忌，绝对不可能枪过来指挥党的。这个张又侠犯了这方面的大忌了，他可能想要架空习近平。那你架空习近平，就是要架空中国共产党，因为习近平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他最大的嘛，他总书记嘛。所以我可以看这是个政治问题。我认为贪腐问题还是做其次，小拿小贪你要大办吗？而且有这个2代的革命感情，那你要真的要这个大动干戈吗？也会造成这个习近平的威信受影响啊。但是不得不办了，因为这个已经是枪要来指挥党了，枪要来领导党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共产党的大忌哎，怎么可能办？非要出手不可。所以啊，张又侠就中箭落马。然后习近平利用春节的时候啊，到各部队做巡视、做文宣，解放军报也好，人民日报也好，通通都会做报道。哎，这就完毕，全国水壶红了，还是党独大，还是又回到党指挥枪了，又回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性的领导，这个是不会变的。好，厉将军又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现在有没有重新稳固军心哦？我们有一个人可以这个替习近平打包票哦，这个人叫川普哦。记不记得川普前2天讲什么话？他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他只认识中国大陆的老大叫习近平哦。可见我跟各位讲，美国还是有他的情报收集的系统了。如果说是中国大陆内部哈有任何的这种动荡的迹象来讲的话，那以美国一定是见缝插针嘛，扩大暴动嘛，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从川普讲这句话，代表说他所掌握到的情资，习近平已经重新掌握了整个，包括到军权，包括到政权，他都掌握得很稳固。所以他会讲说是他认识的老大，唯一的老大就是习近平，他讲这话。第二个我们看到哈，习近平这次特别慰问这些所谓的京城部队的老干部，这代表释放出来一个很重要一个含义。试问一下，这些老干部以前谁提拔的？不是习近平提拔的，他们可能是在这个江泽民时代所提拔的这种军人或者是高阶的将领，甚至有可能是在这个胡锦涛时代所提拔的。当这些原来这些这个老一代所提拔的这些老干部
现在在利用春节的时候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大家鼓掌欢迎，表达对习近平的这种热忱的拥戴。我觉得这后面所代表的含义是军心很稳固。那时候大家讲说，张又侠有没有可能这个架空习近平？甚至于有传言说这些老干部不服气，然后说是张又侠联合一些这个老一辈的势力，想要推翻习近平。现在这一切都是证明一切都是假的。习近平现在就做给你看，这些老一辈的军心我已经稳固住了。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军人来讲的话，其实很尊重老干部的。像我个人到现在为止，像我以前的这种老长官，我到现在还是很尊敬的哈。就像是帅化敏帅将军，他是以前我老长官，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尊敬他。我看到他一定先敬礼，这是我们军人讲究的是军中伦理哈。当这些老干部这个去跟他的徒子徒孙，或者是他的子弟兵讲说这拥护习近平他也做出来这种动作，他以身示范，我相信底下的军心马上就稳固下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军人讲究的是军中伦理嘛。那如果说这些老干部都这样，你想想看，这个整个这个还有几个人能够做怪？当然不否认了，张又侠可能也有一些他的派系人马，但是传说中当张系的一些军中干部，由于看到张系已经倒台了，张又侠已经倒台了，有些传说中他们已经这个打报告，这个离职了甚至于报退伍了，甚至于有些人就改变他原来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在这场斗争之中，如果说是把它归类为一次的军中的人事的斗争，我觉得习近平是完全的掌握了上风，也完全掌握了军心。尤其是说最重要的，他特别跟所有人讲这次军中的这次人事的风暴，定位在一个反贪腐，也就是说反贪腐，我想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嘛，大概所有的官兵不会有所疑虑或有所的疑问，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说贪腐是正确是对的。所以当这个标的一定出来之后，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更有助于他稳固在解放军之中的领导能力。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之后，就是张又侠事件发生，等于是习近平在整顿自己内部的这个解放军的高层。那美国的 CIA 看到这个状况，想说，中国正在整顿嘛，那是不是他想要在这个时候来见缝插针？因为这时候 CIA 就突然间出手了，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特别做的报道，说呢 CIA 这边推出了一段是中文的中文影片叫做《挺身而出的原因：为了拯救未来》。透过一名是虚构的中共中阶官员的视角，那么也透视了中共军队内部的现况，表达这个军方的领导自私自利那么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见缝插针，中共的高层能不能找到这当中的潜在线人，然后让内部更加震荡？那李老师又怎么看？OK， 不管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这都是情报这个单位所做出来的一些认知战。那我们知道情报这个单位呢，它最主要是什么呢？绝对不是收集情资而已，当然也很重要。最重要是要制作一些可以能够打击敌人的一些假情报。那么我们想太多了打伊拉克有一个假的这个玻璃瓶里面放了所谓的毁灭性武器等等的。那我们也知道反送中从2019年，我相信这个CIA也放了布局了非常多人在里面做所谓的煽动产生的所谓反送中，结果还是失败了所以他这次一定也会想见缝插针，但是会不会赢，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嘛，川普不是也做了一个动作，然后告诉这个意见人士，就伊朗那边说，你们尽量去抗议，尽量去反尽量反，而且我们援助就在路上，他非常清楚的告诉，都在做这个动作，不止 CIA 啦，总统也很会搞这个。我觉得美国呢都一路在全球的布局了他 CIA。的确，他会在这种关卡时候会见缝插针。可是刚才我们这个张也讲过了，我在分析从1925年之前，大概就军党政，以前都军阀时代嘛，军人不管后来到了二战的时候，不管麦克阿瑟或谁，都只要是军人最大，后来变党政军嘛。然后像台湾这边有个共产党、国民党，那后来变成政党军或党政军。我们的对岸是党政军，所以他只要党领政就够，所以解放军应该是最后排序的，也就是。